Camelot 作为一家老牌游戏公司，曾推出过《黄金太阳》、《马里奥高尔夫》、《马里奥网球》等知名游戏。在公司的前身 Sonic 和就任于 Climax 时期，还推出过《光明力量》系列游戏。作为一家历经多代主机交替的软件商，他们的作品即使未亲自玩过，也应该耳熟能详。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些游戏背后的2位创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1957年，高桥宏之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较为富裕家庭，父亲是大学的研究员，祖父是曾经创办东京工业大学的创始人。5年后的1962年，弟弟高桥秀武出生。这2兄弟便是后来游戏业界知名的高桥兄弟。高桥宏之在孩童时期，不论是在学校玩耍时，或是在和家附近的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都是处于中心的人物。在玩捉迷藏的时候，总是会提出加入某些可能会让玩耍变得有趣的规则。他把这段经历看作自己日后在游戏制作上的原点。高桥宏之从小学起非常迷恋西方电影，因为父亲就很喜欢电影，也经常带兄弟俩去电影院看电影。高桥秀武回忆道，现在回想起来，电影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昂贵的娱乐方式，但我们几乎每次放假都会去看电影。小时候，他们对迪士尼和卓别林的电影情有独钟，他们表示受迪士尼影响很大，特别是迪士尼动画的色彩表现，是一种日本人没有的色彩感觉。在兄弟2人看来，父亲是个比较特别的人，作为大学里化学系的研究员，却非常喜欢戏剧，甚至还加入了剧团。可能因为祖父想让父亲继承家业，最终父亲放弃了喜爱的戏剧，而进入大学成为研究员。高桥宏之在初中时经常和朋友一起去影院看电影重映，虽然弟弟秀武不是和哥哥一起行动，但也是去池袋的文艺地下影院看电影，200日元的价格就可以看2部电影，对学生来说非常划算。2人也在那时看遍了几乎所有的电影。高桥宏之在大学时期，由于有参与一些与电视和广播相关的工作，所以经常能得到适应券之类的东西。因此，那一年里看了大约100部电影。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兄弟俩可能就走向电影的发展道路了。高桥宏之从小便接触网球以及各种体育运动，尤其是自己越不擅长的项目会越发热衷沉迷。不过开始热衷打网球已经是步入社会的时候了。除了下雨天和去滑雪的日子以外，所有休息日都花在打网球上。据说弟弟高桥秀武最开始就职于一家商用软件公司，而哥哥高桥宏之在从事了一段房地产相关工作后，加入了艾尼克斯，并担任勇者斗恶龙系列制作的助手。1990年，他与当时在 Chunsoft 工作的内藤宽一起，以及其他勇者斗恶龙的工作人员独立出来，并创建了 Climax 公司。内藤宽被称为天才程序员，为世人所知，担任过勇者斗恶龙3和勇者斗恶龙4的首席程式设计师，甚至还曾拥有自己的广播节目。Climax 出品的游戏里，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Landstalker 皇帝的财宝。公司在世嘉的支持下开发了光明与黑暗。该游戏的角色设计，玉木美孝后来还参与了 Landstalker 皇帝的财宝和光明力量众神的遗产的角色设计工作。在1991年，内藤宽和高桥因意见产生摩擦，导致宏之和弟弟秀武以及 Climax 的一名工作人员一起打算离开 Climax， 因为1990年获得世嘉的投资创立了 Sonic， 他一直兼任 Climax 和 Sonic 2家公司的总裁。1992年，内藤宽正式接替高桥宏之就任 Climax 的社长。之后的 Sonic 公司独立开发了光明力量2古老的封印，以及参与后续作品。
我们在 Sonic 公司的 logo 上还能够看到游戏角色刺猬 Sonic 的剪影。关于公司名称 Sonic 的由来，是因为在当时任天堂阵营中已经有一些以角色名称命名的公司，比如 Ape 或 Mario， 所以高桥他们也想使用具有世嘉的代表性的角色名作为公司名称。最初有几个候选名称，比如 Opa 和 Alex 等等。当时的世嘉总裁中山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我们正在制作一款非常出色的动作游戏，并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于是大家最终决定使用 Sonic 这个名称。所以在决定公司名称 Sonic 的时候，游戏刺猬 Sonic 还没有发售，当然也没人会知道这个游戏后来会成为人气系列作品。1994年，高桥兄弟为了便于为其他主机开发游戏而成立了 Camelot。高桥宏之在多年后的采访中提到，虽然已经想不起是谁提出的这个名字，但对于喜欢奇幻和亚瑟王传奇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字。将亚瑟王创建的国家民用做公司名称，感觉就像公司本身是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国家一样，我非常喜欢。成立之初，哥哥高桥宏之坐镇 Sonic， 弟弟高桥秀武坐镇 Camelot。虽然是两家公司，但其实在同一座办公楼，主要开发人员也是同一批人。后来以光明力量3的开发为契机，两家公司进行了合并，公司沿用 Camelot 这一名称，由高桥宏之担任社长，弟弟秀武担任副社长。下面我们来盘点下高桥兄弟参与制作过的游戏和其中一些游戏在开发时的轶事。1991年3月29日发售于世嘉 MD， 是高桥宏之独立后制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内藤宽和高桥宏之共同创办的 Climax 公司开发的首款作品。游戏以体感 RPG 为关键词进行开发。这款游戏是一款 3D 地牢类型的角色扮演游戏，有着许多的创新。宣传上是以原 DQ 开发人员制作作为卖点。游戏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在移动上比起之前的游戏相当顺滑，以及以当时来说非常引人注目的战斗画面特效和使用方向键进行命令选择等等，对后来的游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款游戏标志着光明系列的开始，也为高桥宏之独立后的制作生涯开了个好头。值得一提的是，据说由于这两位开发者的独立，导致勇者斗恶龙系列的下一部作品的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发售不得不延期。因此，也可以理解为这款游戏是世嘉对勇者斗恶龙团队，或者说是对任天堂的叫板。据说当时世嘉为这款游戏召开了盛大的记者发布会，几乎与刺猬索尼克同期发表。由此可见当年世嘉对本作的重视程度。单从游戏本身来看，它是一款传统的 RPG。尽管在视觉表现上与勇者斗恶龙截然不同，但画面外的很多方面还是与其相似。然而，在这基础上，你也可以看到各方面的刻意改进与创新，似乎是想要超越它，而不仅仅是模仿它。游戏中的城镇与勇者斗恶龙等 RPG 不同，它以横向滚动的形式呈现。由于左右相连，因此让玩家感觉好像站在城镇中央环顾四周，如同在城镇中心转圈观察一般。这种设计为游戏带来了独特的视觉感受。另外，城镇内的 BGM 被设计成仿佛在酒馆内播放，因此当你距离酒馆较远时，音量会比较小，距离越近音量越大。当你进入酒馆时，音量会进一步增大。游戏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中有许多兽人和亚人角色，这类角色在游戏当中占有很高比例，角色的形象和特点也相当丰富多样。在游戏的地下城内，就像是加 SMS 上另一款 RPG《梦幻之星》一样，在移动时会以动画形式呈现。
当然，由于这款游戏是在性能更高的 Mega Drive 上运行，所以图形方面也更加精美，动画效果为游戏增添了更多视觉上的吸引力。在迷宫中行走时，会发生随机遇敌，也就是标准的踩地雷。在移动和战斗时，指令被分配到上下左右方向，这样一次操作就可以选择所需的行动，相比竖排的选择指令来说，体感上更为方便。考虑到时代背景，这款游戏的系统上与《勇者斗恶龙》有较多相似之处，因此这款游戏在系统方面的创新相对较少，没有类似于《勇者斗恶龙》中的职业系统，也没有自动战斗。物品的持有限制也有些过时，只有8个物品栏，没有存放关键道具的地方，属于早期的不人性化设计。另外，故事情节也相当老套，简单一句话就是拯救被邪恶魔道士抓走的公主。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也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佳作。高桥等人在多年后的采访中提到开发本作时的情况，大约在1990年前后，已经可以明显判断哪种类型的游戏可以大卖，哪种类型不卖座，比如动作类游戏开始失宠，而角色扮演类游戏开始大受欢迎等等。开发商开始向 RPG 领域发力，例如就角色扮演游戏而言，大多数游戏都局限在类似《勇者斗恶龙》的俯视角探索系统。我很讨厌这种趋势，希望不去考虑商业因素，而是制作优秀游戏的纯粹愿望。当时支持这一想法的是世嘉的中山社长，在他的授意下，由 Climax 开始了光明与黑暗的游戏开发。我在进入游戏行业之前就有了关于光明与黑暗的概念，最初的构想是一个即时幻想鬼屋的感觉。但是当时我们对 AMD 的性能还不够了解，而且所需的开发设备直到项目开启后的2到3个月才送到，所以距离发售日所剩的时间根本不够，因此不得不缩减最初设想的内容。此外，我们当时是按照世嘉所提供的开发预算进行开发的，但后来发现要开发一个 RPG 这点预算根本不够。因为当时世嘉和我们公司都不太习惯与外部合作，所以对于预算和成本的计算方式也不太了解。而且当时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够充分，我本人就像综合制作人一样，还负责了光明与黑暗的广告宣传。光明与黑暗在 AMD 上取得当时最高销售纪录后，不仅商品本身受欢迎，我们的企划形式也受到了世嘉高层的认可。之后，世嘉提出为了大家的共同发展，继续与 Climax 进行协力合作。弟弟高桥秀武则表示，在当时对于自己来说进行游戏企划并不困难，但以 Climax 的规模，就算倾尽全力，每年也仅能推出1款游戏。如果在当时每年都能发售大约2款 RPG，AMD 在大众心中的印象应该也会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决定在 Climax 外另组建类似的开发团队。最初这家公司是主要负责支援世嘉在游戏企划方面的工作，这家公司便是后来的 Sonic。本作发售于1992年3月20日，平台依然是世嘉 AMD。光明系列的第2作，虽然游戏类型与前作有所不同，但世界观是一致的。本作的时代设定是比前作更古早的时期。光明力量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传统的 RPG 与策略游戏的战术性相结合，也就是 SRPG。世界观偏欧洲中世纪幻想风格，亚人和人外角色作为同伴与玩家一起进行战斗。游戏由 Climax 和 Sonic 共同开发，由高桥宏之担任制作人和游戏设计，音乐由吉村正彦创作，角色设计继续由玉木美孝负责。大魄力的战斗画面是游戏的最大特色，攻击与魔法效果十分华丽，视觉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游戏的故事分为8章，没有分支选项。本作讲述了光明军团闪亮之力和大国卢恩法斯特之间为了众神的遗产而展开的战斗。以因受伤而失去记忆的主人公为中心，聚集同伴，并率领他们一起对抗强大的黑暗势力的奇幻作品。在战斗中，每个角色会按照他们的敏捷属性从高到低的顺序行动。角色可以移动到闪烁的方格范围内，然后以武器或魔法的攻击范围来攻击敌人。在城镇和村庄中，可以像一般的 RPG 一样与 NPC 交谈，以获取信息、购买物品来准备战斗。这些地方也是可以招募新角色的地方。有些角色只需与他们对话即可成为你的伙伴，而有些则需要在不同地点触发特定事件才能加入。攻击方式包括使用武器的普通攻击以及消耗 MP 的魔法攻击。魔法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的魔法都有最高4级。随着等级的提升 ，MP 的消耗会增加，但威力和影响范围也会扩大。在战斗移动后，可以在上下左右之间选择攻击、待机、使用道具和释放魔法等选项。如果选择释放魔法，游戏会显示已学会的魔法，而且如果有多个级别，还可以选择魔法的级别。据高桥秀武回顾当时的开发情况，在制作光明力量时，为了区别于其他单纯的战略游戏，所以为这款游戏的战斗表现方式烦恼了很长时间。那时负责游戏图像设计的人是世嘉游戏的死忠粉。有一天，他拿来一个名为《巴哈姆特战记》的游戏。据说这款游戏在4兆总容量中使用了2兆来呈现开场动画。开场画面中，远处的巨龙扇动翅膀飞到画面前，吐出火焰，然后显示出《巴哈姆特战记》的标题。高桥秀武在看到的一瞬间，突然想到战斗场景就是这个。这个概念就是要像这款不惜使用2兆容量展现的华丽图像来表现战斗场景。开发本部长田口太宏在提到战斗画面部分时说道：“我们当时也希望将 CinemaScope 的战斗画面做成全屏，但由于 VRAM 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将其分成上下2部分，所以最终变成了那个横向长画面。因此，角色脚下的地板那一块是单独分开出来的。可见，即使到了16位元的 MD 上，制作游戏的限制还是相当多的。尽管动画的帧数受到限制，但角色服装摆动等效果还是被生动地表现出来，呈现出很有生气的画面。加上出色的音效和音乐，让人忽略了动画帧数不足的短板。有些敌人会使用特殊攻击，如土袭或能量射击，这些细节也被细心地呈现出来。战斗动画的展示时间短而精，这使得游戏有很好的节奏感，让玩家可以轻松地进行游戏。当时其他战略游戏的战斗场景通常只有一些飞弹特效或是小角色轻微颤动。相比之下，这款游戏中的横向全萤幕大角色动画的创新表现令人惊艳。本作是在图形和游戏性2方面都达到了高水准的作品。华丽的图形效果和独特的角色设计得到了很高的人气。特有的画面风格在用色上也与 MD 的可使用发色数完美契合。游戏的操作简单，难度也很适中，不会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产生压力，是一款可以轻松游玩的优秀作品。1992年12月25日发售于世嘉掌机 Game Gear， 这是专门为搭载彩色液晶屏的掌机 Game Gear 所开发的光明力量系列的外传作品。虽然故事设定在光明力量众神的遗产20年后，但故事没有直接的联系。本作的角色设计是由尾山浩负责，与前作不同。顺带一提， Game Gear 发售于1990年10月6日，
是拥有 3.2 英寸带背光的彩屏掌机。虽然相比 GB 的黑白屏属于降维打击，可耗电量巨大，在没有充电电池的年代，据说6节电池只能支撑3小时左右。本作剧情讲述的是，光之军团封印了邪恶之化身黑暗龙后，已有20年。在女王安利的统治下，加迪亚纳王国过上了和平的生活。但这段和平时光是短暂的。在符文大陆南部有一个军事国家塞普雷斯，该国使者的到来打破了和平的日子。假意为友好而来的使者大神官沃尔多尔，将一个小箱子作为礼品交给了安利女王。然而，这个小箱子实际上是塞普雷斯的陷阱。毫不知情的安利女王打开了小箱子，结果被施加了陷入永久沉睡的魔法。陷入塞普雷斯陷阱的加迪亚纳王国，为了能够唤醒女王，决定进行战斗。于是，加迪亚纳的军队踏上了前往未知岛国的旅程。游戏分为4个章节，总共包含22个关卡。玩家最多可以控制12个单位，并在地图上消灭所有敌人或击败敌方首领为目标完成关卡。游戏中采用了非纯粹的回合制，无论敌我，都是根据单位的速度属性来决定行动顺序。地图上有着与地形相关的地形效果，会影响伤害减免率和移动距离的限制。在特殊位置可以通过调查来获得道具等奖励。与前作光明力量众神的遗产相比，由于要适配掌机 GG 的性能，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改。城镇、村庄和中继点系统的简化，探索元素被省略，简化为一个名为 Camp 的指令。只有己方队伍、出口和商店这些指令在菜单中，通过选择出口即可进入 SLG 的战斗部分。废除了在达成胜利条件后可继续进行任意探索的部分，这也使整个游戏在流程上更加简单。这款游戏的故事没有真正完结，是留有悬念的结局。故事情节在下一部作品《光明力量外传2》中继续并完结。继任天堂的 Game Boy 之后，世嘉也发行了自己的彩色液晶掌机 Game Gear。然而，Game Gear 实际上只是 Master System 的改进型。1986年，世嘉在欧美发行的8位元家用机，与 MD 相比性能有不少差距，因此想要制作出玩家认可的 GG 版《光明力量》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游戏相比原作有许多简化删减，但发售后还是受到了玩家的认可。高桥秀武从本作开始负责调整战斗平衡和角色配置等工作，但想要凸显出每个角色的个性是很困难的。为此，桌子上经常被大约2平方米的各种资料所占据。同时，调整敌人 AI 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想要确保战斗不变得那么机械化，还能让玩家感觉到是在透过屏幕与制作者进行对战。1993年6月25日发售于 GG， 本作是发售于 Game Gear 平台的《光明力量外传》作品的第2部。它是前作《光明力量外传远征邪神之国》的直接续篇，所以本作的基础部分几乎与前作相同。本作讲述了在尼克王子率领的塞普雷斯军队远征至伊奥姆后的3个月，篡权塞普雷斯国的沃尔多尔原来只是伊奥姆的部下。那场死战不过是一切的开始，一切都归因于邪神伊奥姆的野望。得知这一情报后，尼克王子毫不顾及右手上的伤势，组织了远征军队并踏上了旅程。在塞普雷斯军队外出期间，有年轻的见习士兵们留守在那里，在短暂的和平时光里，每天都努力地进行训练。然而，邪恶之手也伸向了他们。敌人来袭。正当士兵们的注意力关注在这件事时，用于封印邪神的破邪之剑也被盗走了。于是见习士兵们踏上了追击敌人的旅程。
本作延续了前作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尽情享受 SLG 的战术乐趣，如果感到有些难度，还可以使用返回的魔法，零风险的带回战利品，然后再次挑战。此方法在前作中同样有效。然而本作整体难度相对较高，似乎是面向已经玩过前作的玩家，与前作相比，后期敌人的能力整体上升，尤其是 HP 有较大提升，因此更具挑战性。界面方面进行了改进，使游戏更易上手。武器装备上可以知道谁可以装备该物品，谁持有什么物品和道具。在商店购买的武器等可以当场装备。由于故事延续前作，前作的角色继续悉数登场，一些存在于前作中的小 bug 和会影响游戏平衡的问题也得到了修复。作为光明力量外传系列的完结篇，这部作品整体表现非常出色。对于系列粉丝以及那些想在 GG 上游玩战略角色扮演游戏的玩家来说，这是一款值得推荐的作品。1993年10月1日发售于世嘉 MD。角色设计由动画师、漫画家 Susan 负责。尽管游戏系统几乎与前作相同，但角色阵容已经完全更换。游戏中的世界与前作相同，可发生故事的地点不同，情节上和前作也没有联系。某个古代遗迹在帮派盗贼的袭击下遭受洗劫，导致封印了古老时代魔王的封印被解除。主人公鲍伊住在这座遗迹所在的国家，在他的导师指导下进行剑术修行。然而，因为封印被解开，导致魔界恶魔军团的入侵，这也将他卷入了这场战乱之中。对比前作，本作的故事相对简单。本作以团队的冒险为主题。前作中大受好评的战斗动画，在续作中为了更丰富流畅的效果，不得不将角色尺寸缩小。游戏增多了在世界地图的徒步移动场景，加入了露营车作为移动工具，可以在游戏地图上行走。这类似于勇者斗恶龙系列中的马车功能。相较于前作那种厚重的氛围，本作的世界观、角色设计、背景音乐等整体更加轻松。敌人每回合思考时间很短，这也使本作的战斗节奏更快。新增了召唤魔法，可以召唤精灵进行攻击。虽然威力强大，但与普通的攻击魔法不同，如果目标范围内有多个敌人，伤害会分散。游戏还加入了铁匠铺，当给他素材物品，他便会制作出强力的装备。总体来说，相较前作，本作的整体内容丰富了不少。开发本部长田口太宏表示，当时因为使用了很厉害的压缩方式，我们将16兆的卡带容量里的99%以上都用到了，感觉就像在填满拼图一样。高桥宏之说，当我们还只是玩家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购买的游戏未能达到自己预期而感到失望，因此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游戏让玩家感到失望。在开发的最后阶段，每个人都连续好几天不眠不休地进行收尾工作，直到游戏 ROM 进入工厂，我们才可以安心睡觉。意想不到的是，刚把游戏发给工厂后，就不得不修改后重新烧制游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游戏中的一个叫做 Slime 的敌人角色，由于是被登录商标而无法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其更改为 Gel。当我们以为这下没问题的时候，又被告知 Gel 也无法使用，所以我们再次更名改为 Paste。在一天内进行2次重新烧制 ROM， 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后来我们发现 Gel 这个名称在光明与黑暗的时候也被使用，但当时我们并未对其进行商标注册。
ドラゴンとの壮絶なる戦い。マックスをはじめとしたシャイニングフォースの偉大な働きによって幾多の困難を打ち破り、ダークドラゴンとの戦いは終焉を迎えました。本游戏是将掌机 Game Gear 上的外传1和2移植到 Mega CD， 包含额外剧情的特别版。以光明力量2的系统为基础，将 CD 的读取时间缩短到极限，实现了极快的响应速度。由于相对较宽裕的开发时间，这款游戏在整个系列中的完成度可谓一流。游戏中的音乐全部为 CD 的格式，因此还可以将其作为音乐 CD 播放欣赏。这里提到的 Mega CD 是世嘉于1991年12月12日发售的世嘉 MD 周边机器，搭载了专用 CPU， 除了可以使用大容量 CD-ROM 作为载体，还可以令画面实现旋转、扩大、缩小等特效。虽然有诸多优点，却并没有特别大卖，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据说因为不满只发售掌机版，希望新作发售在主机上的呼声不少，因此这两款外传作品才被合并移植到了 Mega CD 上。在继承 GG 版优点的基础上，这款游戏还减少了加载时间和敌人的思考时间，保证了流畅性和游戏节奏，甚至可以说是过去作品中最出色的。由于它包含了2个完整游戏和额外的内容，所以在内容方面也没有问题。由于城镇的功能被最小化，游戏进展方式变为交替进行战斗和强制剧情事件，节奏非常快。GG 版中被省略的角色间对话在这个版本中得以添加。战斗部分的难度适中，只要不冒进且善加利用和培养角色，一般不会卡关。图形和音乐方面都根据硬件性能的提升得到了强化，特别是 BGM， 活用 CD 音轨完美再现了大型乐团的演奏。1995年6月30日发售，这是 Game Gear 上光明力量系列的外传作品的第3部。故事情节处于光明力量众神的遗产和光明力量2远古的封印之间，起到连接的作用。游戏系统基本上与前作相似，是光明系列的第7部作品。故事讲述了由马克思领导的光之军团击败邪恶化身的黑暗龙后，世界恢复了和平，但是被黑暗龙复活的恶魔族们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得知此事后，马克思引领着同伴追赶以米夏艾拉为首的恶魔军。这款游戏的难度适中，虽然相较于前作难度更高，但仍然可以通过使用回城魔法进行反复的提升等级，只要肯花时间便可以顺利通关。本作增加了在主阵营中的角色对话和更换角色时的台词对话，使得之前未充分挖掘的角色更加深入人心。故事情节也巧妙地回收了伏笔，将第1部和第2部紧密连接在一起，受到好评。与第1部有关的角色除了马克思和阿达姆之外，还有其他角色，为故事增色不少。当然，也有与第2部相连接的角色。BGM 中包含了许多来自 MD 上2代的曲目，虽然是重新编曲的版本，但质量颇高。本作的原创 BGM 也受到了好评。本作保持了与前几作相同的高水准，同时强化了故事情节，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布的光明力量系列的集大成之作。